本来是要到下一个目的地才要跟大家 say hello 说早安，但是完全被那个人潮吓到。这间二手店是 San Diego 第一间红蓝白连锁的二手店，超级大。然后今天是他们开幕式，所以超多人，我没有意料到会这么大间会这么多人。本来是抱持着愉快的心情，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好像有点崩溃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然后还帮这小椅子团圆，他们被分散了。总之，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崩溃的一次二手店之旅。结果很可惜的，什么都没买就出来了。我等了排队排了20分钟吧，只前进了20公尺，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在10分钟之内结账，所以我就决定把所有东西放回去。然后现在要去做复健，很可惜，我找到了3个盆跟一个包包，然后那个包包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，我之前就想要买那一间的包包很久了，然后又是我喜欢的颜色。然后才15块，没关系。今天实在太爆炸了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的情况。我觉得这个人潮实在是很难好好的选你想要的东西，或者是站在那里都会有人去撞你，逛街的品质就下降。但是我有听说，就是他们之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标签的折扣，所以可能就是之后去等那一些就好了。虽然说要把手上的东西放回去是一个很难的决定，但我觉得我做的决定是对的。所以说今天的购物失败，哇！开到不知道哪里去，我开错路了。跟这个地方好不熟啊，希望可以来得及去复健。心情平复了一些，刚开到复健的路上，在路边看到一只绿袖眼，我觉得抚慰了我的心情。它没有飞走，它跳下来多看了我1-2眼啊，就觉得心里被抚慰了。2分钟走过去复健，差不多。刚换了裤子，今天的 outfit of the day。还是有点明显耶。昨天清的时候，那个水没有干掉，就看起来好像已经没了。怎么办？刚回来立马吃了一个昨天晚上烤的起司球，它现在已经软掉了。我在改良配方，让它变成高蛋白的点心，感觉可以再让它更脆一点。但软软的 Sam 就很喜欢，他喜欢这种 mochi 的感觉。我烤了12个，看来他今天早上也带了一些去，现在只剩4个了。等我改良好食谱再跟大家分享。它吃起来就有点像是 mochi， 但是又是高蛋白的这种点心食物。好吃，我觉得调味方面它已经超棒的了。现在就是想要把它的粉浆的比例再调整一下，让它的蛋白质提升。我觉得这蛮适合搭配火腿。今天的午餐是昨天剩下来的晚餐，有虾子茄汁跟芦笋，还有培根。吃饱了，收拾一下。我对于今天早上冲过去那间二手店的开幕有点后悔，但都做了。
让我最后悔的是，我知道结账的队伍排超长，就是绕了整间店，然后中间还就是之字形，然后我还是决定在现场领钱，因为他说只收现金，还因为这样子多收了手续费，有点冤枉。然后最后排队真的排太久了，我觉得我当下做的决定马上离开是对的，但是就是又领钱了，又已经开到那个地方去了，其实有一点远。然后就觉得，但就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就 let go 吧。啊，真的就是那个10%的手续费让我耿耿于怀，10%哎。然后其实明天会停水，所以我还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是停一整天的那一种，早上7点还8点，要直接停到下午4点，就是整个上班时间都会在这里。所以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就再去图书馆，还是要去找事情做？我刚刚一直在想，说我是不是要再去那间二手店看，第二天会不会还这么多人？我甚至看到电视台的摄影大哥在采访，真的爆多人的。我现在是心有余悸吧，就是还没有从那边走出来。今天遇到的那个以前我去同一间复健诊所，然后确定是健保可以给付我全额的同一间，所以我遇到了之前复健的那个复健师，他还记得我，然后讲了一些话。让我们蛮感动的，但这一次不是给他做，是给另外一个新的没有见过的复健师做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所以接下来就是每个礼拜会去2次复健。复健师有跟我说我的状况其实还不错，但就是往内旋的那个角度本来应该要有好像是70、80度吧，还是80、90度，但是我只有到60度而已，所以进步空间还是有的，所以他希望我可以把我的那个往内旋的这个肩膀的能力打开。我的 Sephora 到了，买了3个东西，然后送了1个东西。我买了2支眼线笔，然后1个维他命 C。这款是我买的第2罐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整个肤色感觉比较亮了一点，虽然说还是蛮黑的，但就是透光会发亮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是我的第2罐。本来是想说要再去尝试别家的，我目前用过的，我觉得比较不错的是 Sephora，是 Shiseido 的，可是他们那一款 Yuzu 系列已经没有再出维他命 C 了，所以我就改用这一排。中间还换了一些，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厉害，所以就继续买第2罐这个 Pharmacy 这一间的，买了2支眼线笔，这支是黑色的。然后是 Stila， 之前好像有用过，不错哦。这一支是 Make Up Forever， 是棕色的，深咖啡色，这叫什么？2号 Matte Wood， 哇，感觉偏红诶，有点红砖的颜色，看一下。还可以啦，没有想象中这么的红砖色的感觉。然后这是他这次送的 Tatcha 是一个疫情的时候在美国红起来的一个牌子，印象中没错的话，老板好像是台裔美国人。然后这个是 Moisturizer， 就是一般的乳液 Dewy Milk， 印象中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干净的成分吧。我之前有想要买过，但就是偏贵，所以我们这次先用试用包看看。今天早上急匆匆的出门，所以我其实还没有算塔罗牌，等一下来算一下，然后想一下安排一下明天要去哪里度过这个没有水的一天，有点可怕。算完了，最近空气有点干，想说是不是来敷个面膜。我们家这个角落其实我一直很不满意，还有那幅画，我也想要找时间来重新画过，比较符合我们家这个颜色的痛调。那太蓝了，太亮了。我喜欢拿这种比较坚固的箱子来当做小抽屉、收纳盒，反正这也是租屋的地方而已，就到时候搬走的时候就可以丢了。目前是拿纸袋装，可是我觉得这有点脆弱。粉类、面类，然后这是意大利面，超多。面包粉、罐头糖跟一些有时候五谷米啊、quinoa 会放在这里。今天早上其实有看到一个留言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部影片，就是在开箱那个手工艺品店卖的那种便宜的手持式缝纫机。留言告诉我正确的使用方法。其实没有反对他说的那些话，就是他跟我讲。他也没有跟我讲，他留言的时候那种很直接，就是第一怎样，第2怎样，然后就觉得有一种被指责的感觉。我太敏感了，我觉得。
但说不定他是真的在指责我，因为他觉得连这个说明书都懒得看，然后你就要嫌别人设计的东西难用。总之，我就觉得我有被射箭、被射中，那个靶心是我自己给自己画的，也没有办法怪谁。有时候是这样想，就是看得很开心的人不一定会留言，但是看得很不开心的人，或者是看得非常有意见的人，不一定是坏的，不一定是不好的，但他就是有一些想法想要跟你说明，就会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敏感啊，我的心情上会比较受影响。之前想要做豆花，还是没有做成功，就留了这个石膏粉在这里，怎么办？这样我就有2个抽屉了。感觉可以用那种棕色的纸来把它包装起来，会比较好看。到时候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然后用完之后箱子就可以装这个袋子里的东西。那天本来去 Target 的时候有想说要买这个，一个5块钱，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坚固，不如就拿手边已经有的资源来弄就好了。拆线棒，如果嫌这个标签很痒的话，与其剪掉，不如直接把这个线直接拆掉，既不会留下痕迹，也比较不会不小心剪到布料，就把这个线一节一节拉起来就好了。拆线棒是个好东西。张，上次我堂弟来美国去找他们的时候说，这边公司的人就跟他推荐 Lululemon， 然后跟他说这里很多人穿这种 leggings， 然后很好穿，一件可以用穿很久，然后品质超好。台湾是不是不流行 Lululemon 这个牌子啊？还是只有我在疯这个牌子？这真的很好穿，我原本那2件应该已经穿了6年了，6、7年了，就疫情前开始打网球那一阵子买的。然后去爬山的时候不小心勾到那个，不是树枝哦，树枝没事，不小心勾到铁栓还是什么，就是那种铁网的东西就破了。结果我以为那个洞会越破越大，然后我穿的时候就会被撑开什么的，就完全没有。它那个材质超好的，虽然说有一个小洞在那里，但我不介意。然后它就是还是可以继续穿，我觉得这个材质真的很棒，很推荐给大家 Lululemon 这个牌子。还是说你们都不用我推荐了啦？你们应该知道的比我多。这一件还在留校查看当中，今天洗澡之前再来试穿最后一次，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退货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喽。我知道感觉好像没什么内容，但有时候就是这样。我其实已经开始剪辑了，晚上也没有什么事，所以就是疯狂毛起来剪影片。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平安度过了12月4号 Vlogmas 才第4天而已。好的，今天也是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